在冷战时期，当时的西德流传着这样一则笑话，内容大概是这样的：问如何免费获得一架 F104？ 答：在西德买一块地，然后等着就行了。这则笑话听上去像是史塔西的狗特务编的，但这件事确实也是无风不起浪。当时 F104 因为其极高的事故率，在西德空军中得到了寡妇制造者的外号。在他们总共装备的916架 F104 中，有将近1/3因为各种事故而坠毁。西德空军因此损失了116名飞行员，可以说 F104 的运气是差到了极点。不过我们今天要聊的不是这位寡妇制造者，而是他的同门师弟，同属于世纪系列战斗机家族的一员，一款同样是为了拦截苏联轰炸机而生的纯粹截击机。而他的故事可以说是和 F104 的坏运气完完全全反了过来，这是一段关于好运气爆棚的传奇。这架飞机就是我们今天的主角，美国空军最后一款专职截击机 F106 三角标枪，绰号玉米地轰炸机。那今天我们就借着这个离奇的故事来聊聊这架创造了奇迹的飞机，以及那个属于截击机的黄金时代。想必大家都知道，冷战初期的美国人最怕的是什么？没错，就是苏联刚刚搞出来的图95战略轰炸机。这些轰炸机带着核弹浩浩荡荡地飞过北极，直扑美国本土，基本上是整整一代美国人噩梦中的主要内容。为了应对这个威胁，美国空军在1954年启动了代号 WS-201A 的项目。他们的目标是打造一款终极截击机，能够实现全天候超音速拦截，并且能和当时最先进的防空系统 SAGE 联动。这个目标听起来不复杂，实现起来却一点也不简单。康威尔公司当时刚制造出 F102 三角匕首，就想着在这个基础上做个升级版，因此 F106 最开始的编号叫 F102B。 但作为无良甲方，美国空军的要求实在是太高了。康威尔公司改着改着就发现小修小补根本解决不了问题。首先发动机要换成推力更大的普惠 G75。 NASA 那边又传来捷报，我们最近发现了超音速飞机设计的面积率，机身得按照最新的标准重新设计。而这样一来，进气道设计也要改到最后，基本上除了那个标志性的三角翼布局，里里外外都成了一架新飞机。所以美国空军在1956年干脆给了它一个全新的编号，这就是 F106 三角标枪的由来。 F106 的原型机在1956年12月26日首飞，但过程可以说是一波三折。早期的试飞暴露出了大量问题，首先是 G75 发动机的性能没达到预期，航电系统也极不稳定，甚至一度面临整个项目被取消的风险。但最终北美防空司令部决定赶鸭子上架，让 F106 在1959年开始服役。那么这架被寄予厚望的终极截击机到底厉害在哪儿呢？我们可以把它拆成3个部分来看，分别是火控、发动机和武备。我们先说它的大脑。 F106 最核心的装备是一套休斯开发的 MA1 火控系统，这套系统和当时的半自动地面防空系统是连在一起的。有的朋友可能对 SAGE 不太熟悉，这是史上最先进的地面拦截系统。它使用大型计算机整合遍布北美的雷达网络发回的报告，从而生成指定区域内所有空中交通状况的示意图。这些信息会显示在防空司令部内的终端上，而操作员呢，只要在终端上选择可用的防御资产，例如战斗机和导弹，就能将拦截器引导到目标。而在实战中，地面上的 SAGE 系统发现苏联轰炸机后，会直接通过数据链将指令传递给 F106 上的自动驾驶仪，由地面控制飞机飞向最佳的拦截阵位。飞行员在大部分时间里只需要负责监控系统、操作雷达，并在最后关头按一下发射按钮就行了。这种高度自动化的作战模式在当时是绝对的黑科技。说完了大脑，我们再来看看心脏。 F106 用的是一台带加力的普惠 G75P17 涡喷发动机，这台发动机能提供超过24500磅的推力，让 F106 的最高速度超过 2.3 马赫。为了把发动机的性能发挥到极致， F106 的整个机身设计的像个可口可乐瓶，也就是我们前面提到的面积率。这种设计能极大的减少飞机在跨音速飞行时的阻力。1959年12月15号，一名空军少校约瑟夫·罗杰斯就是驾驶着一架 F106A 创造了2455.79公里每小时的单发喷气机世界速度纪录，这个纪录一直保持到了今天。好了，有了聪明的大脑和强健的心脏，最后就得看他的牙齿够不够锋利了。为了追求极致的速度， F106 把所有的武器都藏在了机腹的一个内置弹仓里。它的常规武器是4枚 AM4 猎鹰空对空导弹，
有红外制导的，也有半主动雷达制导的。在实战中，美国空军往往会参照苏联的做法，一发红外弹和一发雷达弹先后发射，以增加命中率。作为美国空军第一款投入使用的空对空导弹，这个导弹有着非常大的缺陷，我们后面再说。它真正的杀手锏是 I-2 精灵无制导核火箭，这又是冷战时期疯狂军事创新的代表。精灵上面装的是一个 1.5 千吨当量的核弹头，它的战术设想是这样的： F-106 在 SAG 系统的引导下，高速冲向苏联轰炸机编队，然后朝着编队中心把精灵打出去。飞行员紧急一个急速翻转脱离战场，然后就是核火箭在轰炸机群中引爆，用巨大的冲击波和热辐射一次性端掉一个编队。这种简单粗暴近乎疯狂的作战方式，估计也只有那个年代才想得出来，也难怪北美遍地避难所，人人都想当末日生存大师了。总之，从1959年正式服役到1988年从空中国民警卫队完全退役， F-106 在美国防空的第一线坚守了将近30年，是美国空军装备时间最长的一线战斗机之一。但幸运的是，他从未参加过实战，但它的存在本身就是一种强大的威慑。F-106 和他的宿敌图95轰炸机在冷战最紧张的日子里进行了无数次亲密接触。根据美国空军与太空军杂志的记载，从1961年12月到1991年冷战结束，仅是阿拉斯加空军基地就共成功执行了306次拦截任务，拦截了473架苏联飞机。在整个冷战期间， F-106 中队最重要的日常任务就是在阿拉斯加、冰岛这些防空前线保持5分钟警戒状态。一旦雷达上出现苏联图95的踪迹，他们就必须立刻起飞拦截。这个过程后来几乎变成了一种日常。驾驶 F-106 的美国飞行员会小心翼翼地靠近一展惊人的图95，然后在其侧方伴飞。美军飞行员甚至还有心情掏出相机和图95来一个合影。当时的 F-106 飞行员可能完全想象不到，在60年后，图95轰炸机仍然会不时出现在北美防空圈内。只不过这一次伴飞的并不是 F-106， 而是 F-35 和 F-22， 只能说图95还是太长寿了。不过 F-106 最被人津津乐道的故事，并不是这些与苏联人斗智斗勇的惊险时刻，而是他漫长的服役生涯中最被人津津乐道的，还是那次离奇的玉米地迫降事件。这件事发生在1970年2月2号，当时美国空军第71战斗解析机中队正在蒙大拿州的上空进行例行的空战对抗训练。飞行员盖瑞·福斯特上尉驾驶着他的 F-106， 正在和另外2架友机进行2v1的对抗，他扮演的是那个1，也就是被围攻的角色。在一次剧烈的高机机动中，福斯特的飞机突然失速了，并且立即进入了一种非常危险的状态，也就是平尾旋。尾旋可以说是飞行员的噩梦，飞机就像一片落叶一样，机头朝上，机尾朝下，在空中打着转往下掉。在这种情况下，喷气式发动机无法获得稳定的气流吸入，因此根本产生不了足够的推力，自然也很难改出。顺带说一句，大名鼎鼎的试飞员查克·耶格尔当年试飞 F-104 的时候也陷入过这种状态，最后也只能狼狈地跳伞逃生。根据事件的详细记录，福斯特上尉当时的操作和耶格尔几乎一模一样。他按照训练手册里的步骤，尝试收油门、踩方向舵、向前推杆，甚至还和耶格尔一样放出了尾部的减速伞，想利用减速伞的拉力把机头拽下来。但飞机就是不听使唤，依旧在空中打着转，高度表上的数字飞快地往下掉。眼看着高度已经跌破了15000英尺，也就是4500米，福斯特知道再不跳伞就没机会了。于是他拉动了弹射手柄，准备回到基地接受调查，然后狠狠填2天事故报告。但他万万没想到的是，就在他离开座舱的一瞬间，奇迹发生了。这架没人驾驶的 F-106 竟然自己从死亡螺旋中改了出来，恢复了平飞。福斯特在降落伞上晃晃悠悠地往下飘，难以置信地看着自己的飞机像没事人一样稳稳地向前飞去。他的僚机驾驶员吉姆洛少校在无线电里惊讶地对他喊道：“盖瑞，你最好赶紧给我滚回机舱里去。”这架 F-106 在发动机慢车的推力下，以一个非常平缓的角度开始滑向地面。它就像有个幽灵在驾驶一样，自己找了一片覆盖着厚厚积雪的麦田，收着起落架，用机腹接地，来了一次完美的迫降。飞机在雪地上滑行了几百米后，稳稳地停了下来。当地的治安官接到报警后，第一时间赶到了现场。眼前的一幕让他目瞪口呆，一架先进的超音速战斗机完好无损地停在田地里，驾驶舱里空空如也，但发动机还在嗡嗡地运转，机载雷达还在不停地旋转扫描。这位治安官也不知道这玩意儿该怎么关呀，他读出了座舱盖下印着的飞行驾驶员的名字，打电话给附近的空军基地求助。基地的人员在电话里一步步教他如何关闭发动机，但更离奇的还在后面。
就在这位警官爬进驾驶舱的时候，发动机产生了热量，融化了机腹下的积雪，导致这架飞机又开始自己向前滑行。最终，这架 F-106在麦田里又滑行了大约400米，才彻底耗尽燃料停了下来。那么问题来了，这架飞机到底是怎么自己改出尾权的？总不能真是飞机有了自己的想法，一脚把飞行员踹出去，然后自己找地方降落了吧？工程师们后来研究发现，这其实是一连串巧合叠加在一起的结果。首先，在福斯特被弹射出去的一瞬间，弹射座椅向下喷射的巨大推力正好把飞机的机头给拍了下去，让它摆脱了尾权的姿态。同时，飞行员连带着座椅一起弹射出去，也让飞机的重心发生了改变。其次，福斯特在弹射前按照标准的螺旋回复程序，将飞机配平至起飞配平的状态，并将发动机的油门收到了慢车位置。最后，在接近地面时 ，F-106巨大的三角翼产生了显著的地面效应，就像一个气垫一样拖着飞机，让它缓慢的接地。这一切因素加在一起，产生了这个谁也想不到的结果。不久以后，一个现场小组从萨克拉门托的后勤中心赶来，他们从来没见过状态如此完美的坠机现场。这架 F-106被空军回收，玉米地轰炸机的外号不胫而走。它的损伤非常轻微，经过修复后，竟然又重新回到了部队服役，直到1986年才正式退役。如今，这架传奇的飞机就陈列在美国空军国家博物馆里。顺带说一句，我们前面也提到过，这架 F-106降落的地点其实是麦田，而不是玉米地。F-106也不是轰炸机，而是战斗机，但不知道谁给它起了个玉米地轰炸机的绰号。好了，听完了玉米地轰炸机的传奇故事，你可能会觉得 F-106这架飞机简直是天选之子，运气好到爆棚。那问题就来了，为什么这样一款创造了世界纪录又充满了传奇色彩的终极截击机，最终还是被历史淘汰了呢？这其实不是 F-106一架飞机的问题，而是它所代表的那种纯粹截击机的作战理念已经跟不上时代了。这里面有3个主要原因。首先，我们再回头看看 AIM-4 导弹。作为美国第一代空对空导弹，这款导弹可以说是先天不足。除了过载低、动力较短以外，它最大的一个缺陷就是没有近炸引信，它必须撞到目标身上才能爆炸。要知道，就连后来在越战里被飞行员们疯狂吐槽的早期 AIM-9 响尾蛇导弹都是有近炸引信的，可以在目标附近爆炸，从而杀伤敌人。而 AIM-4 这种必须直接命中的苛刻要求，在高速空战中命中率可想而知。在后来的越南战争中， F-4 战斗机也挂载过改进版的猎鹰导弹，但实战效果非常糟糕，飞行员们宁可用烧火棍响尾蛇，也不愿意用 AIM-4， 甚至还出过 F-4 飞行员私自改装，让 F-4 适应响尾蛇的案例。其次也是最关键的一点，就是 F-106 的假想敌，苏联的战略轰炸机编队的威胁性正在快速下降。随着洲际弹道导弹的出现，美苏双方都意识到，未来真正的核威胁不是从北极飞过来的轰炸机，而是从太空里掉下来的根本无法拦截的导弹。整个核威慑的逻辑都变了， F-106 自然就失去了存在价值。最后一点就是技术的进步。 F-106 引以为傲的外置大脑 ICGE 地面引导系统，在晶体管和集成电路的冲击下，迅速变成了一堆过时的由真空管组成的古董。新一代的战斗机，比如 F-14 和 F-15，他们自己就装备了强大的脉冲多普勒雷达和火控计算机，不再需要地面指挥中心手把手的喂指令，他们自己就能锁敌、锁定、开火。而且这些新飞机都是多用途战机，既能远程截击，又能近身格斗，还能对地攻击。相比之下， F-106 的价值就更低了。总之，随着武器的缺陷暴露、作战任务的过时以及整体技术的落后， F-106 和它所代表的纯粹截击机时代最终也是落下了帷幕。好了，关于 F-106 的故事，今天就和大家聊到这里。如果你喜欢本期视频，别忘了点赞关注，也欢迎在评论区分享你的看法。我是火力军，我们下期再见。好的，各位观众，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 T 恤，不仅超有态度，还堪称性价比之王。首先，它超级轻，拿在手上轻飘飘，穿上身更是零负担，舒服到让你忘了它的存在。其次，面料剧透气，就像会呼吸一样，就算在外面跑一天，也能保持干爽，彻底告别黏腻感。最关键的是，价格真的让我惊掉下巴，仅需很少的钱，你就能拥有这份清爽。质量和舒适度绝对远超这个价位，闭着眼入都不亏，多买几件换着穿也毫无压力。链接已经给你们上了，这种宝藏 T 恤手慢无，赶紧去抢。